大家好，我是笑米。今天我们用虾包饺子吃，卖相还挺好看的吧？如果你是自己做饺子皮儿的话，要先和面。我是用买来的饺子皮儿，所以就先把猪肉馅儿拌一下。猪肉馅儿里面一定要有一些肥肉，但是我这个肥肉就稍微多了一点。白胡椒粉可以加在猪肉馅儿里，也可以和虾仁拌在一起。搅拌到这样有粘性就可以了。大家买虾的时候要挑个头小一些的虾，去掉头之后刚好能包进饺子里。虾线是在虾的背部，是连着虾头的，所以我们在摘虾头的时候，先把下面这里掐断，然后慢慢的揪着虾头，就可以把虾线也一起揪出来。虾头不要扔了，可以做汤，特别好喝。如果虾头在常温下放置的话会变黑，所以要放到冷藏或者冷冻里。这虾如果不好剥的话呢，就先把它放半个小时，就会相对的比较好剥一点。但是如果你买的虾一拿回来就很好剥，那就说明它不是活的，就不是很新鲜了。新鲜的虾应该就是不太好剥皮。剥虾皮的时候记得把虾尾巴留下，因为虾它煮熟了之后是会这样卷起来的嘛，然后我们希望它能在饺子里呢是这样平着这样待着。如果它这样卷起来的话，饺子就会变形，所以呢我们就要在它这个会卷起来的这个腹部，就是肚子上长小腿的那一面上，横着切几刀，但是不要完全切下去哦，就是把它的这个肌肉切断，就是像这样，稍微的切几下，但是不要切断，就是不要切断它，这样呢它煮熟了之后也不会卷起来，饺子就不会变形了。洗干净的虾呢，少加一点盐，让它有一点味道，因为它没有跟肉馅拌在一起，所以它自身是没有盐味的。搅拌虾肉的时候一定要轻一点，不要把它弄断了。包饺子的时候，先把肉馅儿薄薄的平铺一层，然后把虾肉放在正中间，让它躺在上面，尾巴要超出饺子皮。包的时候就大拇指和食指左右各捏一下，这样交替着来，或者也可以两只手一起合作，只要能捏起来就行了。最后把虾尾巴揪出来一点儿，然后捏一下，它就展开了，很好看吧？这样一来，虾肉就会被肉馅包裹住，并且是平直的躺在饺子的中间。这些材料正好能做26个饺子，每个饺子大概放了10克的肉馅。包好的饺子可以直接蒸，也可以煎，但是不能煮，因为虾尾巴那里的饺子皮是没有完全捏紧的。如果是蒸的话，要水开之后再放饺子，蒸10分钟，盘子上要抹薄薄的一层油防粘。饺子皮儿特别有嚼劲儿，肉馅儿肥美，然后虾肉是脆甜的，忍不住想多吃几个。这是刚才我们处理过的虾肉，它就会这样直直的躺在中间，而且不会卷起来。煎饺子如果用不粘锅和电饼铛的话会更方便一些，全程都是小火，等你手能感觉到锅有一点烫的时候就放油，之后立刻放饺子，等饺子的底部变得微黄就放水，凉水开水都行，水量要能没过饺子的2/3，然后盖上盖子，继续小火焖8分钟。开盖之后，等水分蒸发完了，液体变清之后，再继续煎1分钟，让底部更焦脆。出锅的时候就这样用铲子把它铲出来就可以了。如果想吃煎饺子，但是又不想这么麻烦的话，可以先蒸熟再煎，也是用小火，这样就可以把饺子的每一个面都煎得酥脆。煎过饺子的这个锅不用洗，葱姜爆锅之后就放虾头进去炒，要一直用小火炒到虾头有一点焦，锅里的油都变成红色，
我大概炒了2分钟。这个汤可以拿来煮粉丝，也可以煮面，都很好吃。记得要放胡椒粉哦，去腥提鲜。如果你不吃虾头的话，可以在放粉丝之前就把它捞出来扔掉。其实我还挺喜欢吃虾头的，很香。吃不完的饺子呢，可以放在冷冻里保存，等想吃的时候直接拿出来蒸或者煎就好了，不要解冻。每天都要好好吃饭哦，谢谢大家观看。